韩国街头惊现无差别连环杀人犯，警方追凶数年无果，被迫寻找黑帮老大协助，整个警局也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这天的杀人犯突然又开始犯案，只见他开着一辆白色轿车，对着前方黑色轿车的屁股就撞了上去，前方的司机就下车拍照取证，要找保险公司索赔。就在这时，趁对方背过身去的杀人犯直接对着他捅上去，在杀人犯捅了99811刀过后，司机也死在了自己的后座之上。旭日，韩国首尔街头，只见一辆警车里面坐着2个警察，坐副驾驶的正是男主小帅。他们接到报案后就第一时间就前往现场，奈何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警铃仿佛没有任何用处，索性就将警铃给摘了下来。随即看到一旁的游戏厅面前竟然有几个混混，心生一计的小帅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小帅就向着游戏厅的方向走去。这时的混混以为小帅是来找茬的，却被小帅直接推开，并且说自己是警察，然后就向着游戏厅里面走去。这时又出来了一批人，显然对方是认识男主，见说好话没用，就想用钱贿赂男主。于是男主也来到了游戏厅里面，画面一转，只见一位浑身布满纹身的壮汉东秀正在击打着面前的沙包，一旁的小弟进来告诉他有警察来了。听到这里的东秀就让小弟把沙包放下来，打开之后里面竟然是一个人，此时已经被打得只剩下一口气了。随后东秀带着自己的小弟们开始出门，只见东秀掏出了手机拨打起了电话，向里面的人说着那个神经病警察小帅又来找事。原来接电话的人是男主的顶头上司，东秀会每个月给对方一笔钱给他打点，以此来让他管好自己的手下不要捣乱，但是上司却独自私吞了。听到这里的上司就挂断了电话，说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这边的小帅也在游戏厅里面抓了一个贩卖卡券的小头目，就要回车上去的时候，就接到了来自上司的电话，但是小帅说着自己正在去现场，随即就将电话挂断了。只见小帅这时却坐起了摩托车来到案发现场，原来他将刚才那人带出来是要用他的摩托车，可刚下车之后他就将他又给锁了起来。卸磨杀驴用的是炉火纯青，随即也和刚赶来的同事前往案发现场，只见一名男人身中数十刀倒在了血泊之中，窗户上的手印可见当时男人的绝望。化验的法医说死者死亡时间在3到5个小时，死因是刺伤造成失血过多。一旁的警察却发现汽车的尾部像是被什么东西剧烈撞击，于是就用手机拍了下来，随即也叫来了法医帮忙分析。法医车淑珍说这个痕迹有点像追尾。然后众人就回到了警局开始分析案情，大家开始各自说着自己的推理，有人说是抢劫，有人说是仇杀。听到这里的上司直接让众人别吵，就想草草结束这次的会议。一旁的男主却突然拿出了一堆照片给他，说着这是一起连环杀人事件，几名死者身上的伤口都几乎一致，从刀的深度或者宽幅来看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把刀所致。一旁的同事却说到这里又不是美国，没有枪当然用刀杀人，怎么可以确定是连环杀人事件呢？上司这时也骂起了他，说他凭什么对别人的案件指手画脚。然后男主就对着上司分析了一下连环杀人的可能性，和前几年的事件一模一样，但是这个上司明显很会找事，借着这个机会就质问起了男主，如果这么破案的话，为什么在执行任务的途中要跑去翻别人的游戏厅，现在又来分析杀人事件，分不清孰轻孰重吗？很明显就是想敲打一番男主，还说是不是想升官才这么积极。听到这里的男主明显觉得上司有点不可理喻，直接就收拾东西走了出去。这边刚吃完饭的东秀见外面下起了大雨，就向手下说他自己开车，让他们自己先回去。路上正在打着电话的时候，突然一声汽车碰撞的声音发了出来，打开反光镜一看，自己竟然被追尾了。只见后面黑色轿车里面下来了一位身穿黑色外套的男人，东秀也顺势下去查看自己车子的情况。男人向东秀道着歉，因为晚上路太滑，就不小心没刹住车。不差钱的东秀看着车子没有太严重的损伤，也直接让对方可以走了。忽然后面的男人竟然直接拿着刀对着东秀过去，两人皆扭打在了一起。Rocket баях туудын орыг нь би яриа хүлдэж. Залуу байгаа дээрээ хийгэж бодсон юм одоо тийхгүй бод би зүгээр суусан тэр чигээрээ өтөж хүн. Тиймээс өдөржин би хөгжим зохиож өг бичин. Өдөнгөөс нь гарсан дуунууд алмааруулан бүгдийг чинь үргэж хатар түргэх гин. Өрсөлдөв чин өмхийг гин. Орондоо тоо харах тухтай бүсгүй чүүдийн өмхийг гин. 随即男人来到车上对着东秀就直接撞了，东秀也倒在了雨夜的血泊之中，随即被路人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闻讯而来的小弟们以为是地方帮派干的，也纷纷拿着自己的武器前往对方的地盘见人就打。
见东西就走。好在这边身中数刀的东秀在医生的一番抢救之下还是活了下来，随即向手下说着应该不是上刀犯，因为这个人是生面孔，并且他的攻击冷血无情，刀也很特殊，然后将对方的车牌号写了下来让手下去调查。正在这时，门外的男主小帅也闻讯赶到，嘲讽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东秀，说着他们接到了医院的报警，知道了东秀被刺杀，问着东秀是不是很丢人。东秀却说丢人的应该是男主，就是因为他们警察的无能才让自己这种善良的市民遇到这种事。男主笑了笑没说话，随即想要向东秀了解案情的经过，但作为黑帮老大的东秀明显不会告白，只说自己只是摔了一跤。男主听到这里也识趣的离开，然后径直来到了地下停车场寻找东秀的车子，随即看到车子上的打斗痕迹，尾部也有被追尾的迹象，就将这一切都拍了下来。画面一转，只见敌对帮派老大上道抱着花盆过来找东秀麻烦，想让东秀赔偿自己小弟们的医药费，并且还要一个场子。听到这里的东秀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对方是因为想要场子才刺杀他的吗？但是上道却说如果是我动手的话，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随即说完就走了，还嘲讽东秀一个黑帮老大还被人砍，真是笑死人了。这边的男主回到警局就向着自己的上司索要资源，想让2个同事协助他一起破案，说黑帮老大东秀被人捅了好几刀，那么作案的人一定不是黑道的人，肯定是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连环杀人犯。于是就和上司分析了起来，并且在东秀的车子后面也发现了被撞击的痕迹，但是上司明显不相信他，就把他推了出去。帮派老大东秀这边也请来了一个画师，按照他的描述将刺杀他的人的脸描了出来，然后将画像给了小弟，让他一定要在警察之前先把杀人犯找到。这边的杀人犯也来到了一处加油站，只听到一旁的男人正在打电话，嘴里说小孩过生日没钱就不给礼物。一旁的杀人犯听到这里就走到了对方的面前，也不说话，直接对着男人就捅了上去。等男人倒地之后说了一句那就不要省，然后开着对方的车走了。开着的时候，车帘后面竟然出现了一个男人，说着跟我们到哪啊？于是刀子在混乱之中也掉出了窗外。男主这边这时却带着一群警察来到了游戏厅里面开始了巡检，然后就说着要找老板，随即来到了东秀这里，将手机里面的录音内容给他听。看到这里的东秀问男主到底要干什么，男主说自己想知道杀人犯的事情，但是东秀却不想说。男主也猜到了东秀的反应，就向着对方说到袭击你的是一个连环杀人魔，不过对方有一点特别，和一般的精神病不一样，一般的精神病只是对女性或者比自己弱小的人动手，但是这个人竟然连你都敢碰，就证明对方谁都不怕，如果不快点带到他，就会有更多的人死去。画面一转，只见东秀带着自己的小弟来到了一处烂尾楼里面，只听到小弟向他汇报着在东秀出事之后，很多帮派都不老实了起来，隔壁上道也带着人来他们的地盘捣乱。东秀却问起了小弟杀人犯的事情查得怎么样，只听到小弟说目前还没有抓到人，不过今天外面又有一起命案发生，并且在离案发地点几公里开外发现了一把匕首。东秀拿着匕首开始思索起来，发现这就是当初伤自己的那把刀，然后让小弟好好收起来，随即给男主打去了电话，问着他知道今天发生的那场命案吗？然后说着也是那个杀人犯所为。东秀说着自己的手下在现场找到了杀人犯的车子。听到这里的男主明显一愣，直接就来到了东秀家里。东秀说那个杀人犯让他很没面子，现在道上的人都开始不怕他，还在他的地盘上找事。对于一个黑帮老大来说，没了面子和没命是一个道理，所以他要找到那个杀人犯，然后将他解决，挽回他的声望。坐在面前的男主却说当着一个警察的面说杀人是不是太不把他放在眼里，自己随时可以把东秀抓了。东秀却说男主肯定不会抓他，因为他比东秀更想把杀人犯绳之以法，随即将杀人犯的车钥匙扔给了男主，两人的合作也从此时展开续命。东秀说自己会用所有的资源去寻找对方，双方也必须共享情报，彼此帮忙，谁先抓到人就归谁。于是将杀人犯的画像给男主看，男主看了一下就说了一句警察和黑帮老大一起抓杀人魔也不错。一旁的东秀却突然从桌子底下拿出了一个录音机，将它打开之后里面赫然播放着男主刚才说的那句话。东秀也说此时他们两人就真的在一条船上，这就是自己的保障。一旁的男主见到这里直接将录音机拿起来就向着地上扔去，然后用力的将它踩烂。东秀见到这里也就笑笑，说着就知道警察信不过，于是又打开了电视，只见里面此时正播放着男主的一举一动。看到这里的男主直接掏枪抵在东秀的头上，然而东秀根本不慌，男主也只能说着等这件事结束之后一定会将东秀抓进去。随即加在一起1000个心眼的两个人就开始了相互利用。见合作顺利上路的东秀也开始处理起了自己生意上的问题，于是让自己的手下去将上道给解决了。手下也开着车来到了上道的家里，
然后拿出杀人犯的刀将上道杀掉，并且陷害给杀人犯。这边的法医车淑珍正在跑步，面前却突然出现一个男人，被吓了一跳的车淑珍直接一个过肩摔将对方给摔在了地上。打量之下却发现对方竟然是男主小帅，于是连忙问他干嘛这样冲出来。男主说自己当然是等他。于是两人来到了湖边的长椅之上，然后将一个包递给了车淑珍，想让他帮忙化验一下里面的头发和血迹。画面一转，只见警局里面的一个领导对着众人就训斥了起来。原来就是不久前，警方接到报案，黑帮老大上道被人杀了，而且凶器还留在了案发现场，于是就对着众人大声呵斥了起来，质问着他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对方现在已经这么明目张胆的挑衅，自己等人竟然连线索都没有。出来的男主也接到了法医的电话，只听到他说他从这堆东西上面识别出了最近所有被杀受害者的 DNA。这一幕也惊呆了男主，因为这表明这一起连环杀人案得到了证实。但是他知道刀子应该是在东秀这里，所以上道可能是东秀杀了，于是就直接开车来到了东秀这里，上来对着东秀就是一拳。但是男主明显不是东秀的对手，3两下就被东秀单手制服了。冷静下来后，就开始质问东秀是不是他杀了上道。东秀也不隐瞒，就说是自己杀的。男主也知道了东秀是想让警察知道这把凶器的存在，可以更快速的帮他找到人。警方这边在得知了不是偶然杀人事件，而是连环杀人案之后，也专门成立了调查组，以此来加快调查速度。但是却不是男主等人负责。只见对方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就对着男主等人嘲讽了起来。受不了对方在自己的地盘大言不惭的众人，直接当众就打了起来。这边的一处饭馆里面，电视上也播报着这起黑帮老大被杀事件。正好这时杀人犯也在这里吃饭，看到这里的杀人犯就说了一句那不是自己干的。于是对面吃饭的一个男人听到了就盯着他，杀人犯也顺着目光盯了过去，然后拍了一下他就走了。东秀这边也带着自己的小弟来到上道这边参加上道的葬礼，然后就一起坐在地上吃起了他的席。但是坐在地上的东秀却没有注意到远处的杀人犯正在盯着他，随后就接到了男主的电话让他过去。等东秀向着杀人犯的位置看去时，他却已经不在了，而是来到了上道小弟这里。小弟问着对方是谁，杀人犯也没说话，看了一眼东秀后就将一张纸条递给了小弟，只见上面写着有人用我的刀杀了上道。看到这里的小弟也盯着东秀，随即走了的杀人犯又开着一辆红色轿车尾随着另一辆车，直接故技重施的又杀害了一人，就将对方的车开走了。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接听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杀人犯直接挂掉了电话，然后看着车子上的照片邪魅一笑。东秀这边这时也来到了男主说的地方，只见两人在杀人犯的车里找着线索，突然门外冲进来了一群人，二话不说对着众人就砍过来。
好在两人凭借自己的身手，硬是将对方全都干翻。但是小头目却被男主不小心误杀了。见到自己杀人了的男主，明显有点慌了。东秀却将他一脚踢开，然后说自己会处理这件事。于是东秀就将对方给摆了。回到警局的男主明显还沉浸在杀人的阴影之中，就连上司叫他都有点魂不守舍。上司说让他去处理一件绑架案，是一个房地产老总被绑架。然后男主就来到了受害者家属的家里，让对方确认好地点之后就开始跟踪。但是进门的女人却将手中的钱带给了老板，然后还看了男主的位置一眼。这一幕吓得男主连忙蹲下身去。就在男主站起身来的时候，却发现一旁的角落里面竟然也有一个人在观望。发现男主后就转身离开了，于是几人就向着对方追了过去。几人连着追了好几条街，但是最后还是跟丢了，于是就来到了楼下的老板娘这里，质问对方为什么要收那个钱袋。老板说对方给了他一个小目标，让他帮忙收一个包裹，还说那个人喝了一点酒。这时男主突然灵机一动，问对方喝的酒瓶还在吗？随即几人就来到了酒瓶回收处开始找了起来。然而这无疑就是大海捞针。回到警局后，法医给他拿来了一份鉴定报告，说让男主去找上面的人，这个人的指纹有异常，并且还是失踪人口。于是男主来到了对方住的地方，房东说这个租客已经几个月没有回来，但是都是按时交房租，所以房子就没有退。男主也来到了对方的家里，发现一进去就是2排已经长满青苔的鱼缸，抽屉里有着奇怪的药水，然后在一旁的角落里竟然还发现了照片，细看之下和之前东秀给他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的。这边的东秀正在教训其他帮派的老大，电话声却突然响了起来，接听之后发现是男主打来的，说自己找到了那个杀人犯，然后两人也在同一间会议室里面听着眼前警察的介绍，随即双方一拍即合。这支由黑帮和警察组成的临时搜索团队正式成立，于是双方人马就开始展开地毯式的搜索，开始四处搜查着杀人犯的位置。这天，正在等红绿灯的东秀旁边突然跑过来一位女大学生，见对方淋着雨，东秀就将手中的雨伞给了对方。女孩向东秀道了一声谢之后，男主也来到了这里。原来两人正相约一起去请手下吃饭，见东秀还要打自己的伞，男主却问他的伞去哪了。东秀指了指对面的女孩。公交车这时也来了，女孩上车后再次向东秀点头感谢。随后东秀就和男主等人一起和小弟们一起吃起了饭。吃了一会儿之后，男主让小弟唱首歌来助兴，可东秀却突然叫住了大家。只看到电视上在播报着一出新闻，里面有一个女大学生遇害，而且从现场的画面中看到了东秀的伞。这一幕直接让东秀爆发，让众人马上开始出去沿着公交路线找杀人。好在最后在一家旅馆处打听到了信息，但是打开门之后却发现人出去了。随后几人就打电话通知各自的老大，说人已经找到了。随即众人也开始撒网，等待杀人犯的到来。就这样等着对方一步步的靠近众人的陷阱里，感觉不对的杀人犯直接一脚油门冲了出去，众人也开始追逐了起来。几人就这样撞到了一起，下车的东秀就向着对方的车辆走去，想要将杀人犯揪出来。
但是发现对方已经逃出去，于是众人又继续向着对方追去。这边的小弟正在追着的时候，突然杀人犯从一旁直接偷袭了过来，奈何对方有武器，几下就将小弟给干掉。但是小弟的叫声也被东秀和男主听到，两人也向着这边跑来。东秀这边也跟着血迹寻到了一处 KTV 里，路过其中一个包间的时候，见里面的2个女人像是被人胁迫了一样，于是来到了包间里面。躲在卫生间的杀人犯也警惕地看着外面，只见东秀一脚将门给踹开。将对方打晕之后，然后就这样拖着向着外面走去，并且告诉男主杀人犯现在是他的。守在东秀小弟尸体面前的男主这时也向着队里打起了电话，让他们跟踪东秀。现在杀人犯在他手上，车上的东秀还好心的让对方系安全带，在东秀杀他之前他不能死，但是杀人犯却说自己饿，想先吃东西，等来的却是东哥的一拳头。下车之后拖着对方来到了一处仓库之中，东秀先发泄了一下自己的怒火，然后就拿出了刀就要将杀人犯干掉。就在这时，跟踪而来的男主却是一脚油门冲了进来，将东秀装晕在了地上，然后走向了杀人犯面前，将他扔进了车里面，带回了警局。一脸懵逼的众人看着男主带回来的杀人犯，瞬间懵逼了。旭日，记者就开始报道起了警方已经找到杀人犯。此时的杀人犯也在医院里面看着电视里面的报道，只见电视中说着电玩城里面涉嫌灰色交易，于是将东秀所管辖的所有产业都给关了。很明显东秀被男主给背刺了。男主这边也开始审讯起了杀人犯，但是他并不承认是自己干的，而且他没有指纹，所以警察现在根本拿他没有办法。现在掌握的证据根本无法判他的死刑，甚至还威胁男主说他如果没判死刑出来后就会杀他全家。听到这里的男主也忍不住了，直接对着他就打了起来，好在被同事拉开了。画面一转，只见杀人犯已经被带到了法院的公堂之上，原告方律师拿出了凶器，质问杀人犯是不是他的，但是却没办法直接证明就是对方的，于是双方的律师开始了辩护。根据现在的证据也无法判杀人犯死刑，于是原告方说自己还有在杀人犯手下活下来的证据。只见大门打开，来人正是东秀。原来男主这边因为久久无法找到证据，只能去找东秀让他来做人证，但是被背叛了的东秀肯定不会帮男主，男主就直接拿出了他杀死上道的录音，东秀只能被迫出庭并且自首。法庭上的东秀开始脱掉自己的上衣，指出自己被攻击的位置，并且还在杀人犯身上也留下了刀伤。将杀人犯的衣服脱下来之后，果然如东秀所说，最后也宣判了杀人犯的死刑，并且在男主的暗箱操作之下，将东秀分配到了杀人犯所在的监狱。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后面的情节大家自己想。